但最让我感觉到意外的时候，小时候看铁甲小宝，没觉得这个蟑螂恶霸怎么这么奇怪。他这个武器呀，哎，你啊！心之碎片的蟑螂恶霸这一款应该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杀了。作为反派三人组里边的老大，这一次的蟑螂恶霸做的还是非常还原剧里边的形象的，塑料材质相当不错，摸起来非常的光滑，而且很厚实。尾巴这里有多段的关节，运动鞋涂装的造型也是符合了原始的形象。而且嘴巴里边尖牙有银色的涂装，里边的舌头信子有红色的处理，眼睛小表情做得非常不错，全指可动手。但是这个手指里边没有穿铆钉，它是凸点轴的，也是担心玩家损坏或者丢失嘛，所以会多带一套配件，相当于手指的替换部件吧。此外，侧面这里还会有一些螺丝孔。盒子里边也是带了螺丝读孔的零件，自己剪下来把它填上就好了。另外还有标志性的5对表情替换眼，替换起来的时候也是非常有趣的。我一开始还找呢，我说这眼睛咋换呀，抠不下来。后来发现，在这个上牙膛的地位，我们这叫天花板啊，里边其实是一个按钮，你按一下，两个眼睛就凸出来了。其实这个也挺有那种表情包的感觉啊，很惊讶的时候两个眼睛瞪起来，这样就很好的把指甲放进去，可以抠下来了。给它换一对瞌睡眼上去，迷迷糊糊的，或者被打败时候这个晕乎乎的眼。但是很可惜啊，这回的蟑螂恶霸里边并没有带那个很生气的怒目眼，因为配件里边有一个这样的纸扇，也是如果配一个怒目的眼，可以去揍蝎子来来和蜘蛛侦探。我觉得理论上应该是扣住这个缝隙啊，但是这扣子做细了，中间的这个缝儿又过宽，所以它是握不住这个纸扇子的，就很尴尬。你还必须得用4指的这个轴的紧实力去夹它，但这个全指可动手其实握力并没有那么强啊，所以这个真的应该改一改，把这个扣子做宽，或者说这里做一个同规格尺寸的扣子，能把它插在手心里边就更好了。还有一点是我小时候一直的一个疑惑啊，明明怎么看着都是一条眼镜蛇的造型，为什么叫蟑螂恶霸呢？哪儿像蟑螂啊？还有就是啊，这一款在变形的时候有一个世纪难题，就是眼睛。所以呢，星之碎片这回直接给你换成了白眼。在超级变换形态以后，蟑螂恶霸这个眼睛，小兽形态的这眼睛是会变成一个白眼的，所以它直接给你填补了2块纯白的零件上去。也算是一种挺偷懒的做法吧，不过处理完成的效果也还好啊。另外就是，尤其它这个推上牙膛把眼睛凸出来的这个机构还算挺好玩的。那我们超级变换形态，胆儿，弹簧腿，打开左右2个锁扣，咚呦呦呦呦呦，这一块轴记得要拉到底。锁下来其实已经有一个葫芦锁了，但是它侧面这里还加了2个扣子，等于2次锁定，这条弹簧腿就不会缩回去了。腿肚子后方这里还有一个 Z 字折叠的盖板，把它双关节搓起来，让腿肚子包圆润。另一条腿，咚呦呦呦，还得使点大力，挺紧的，嘿，拉到底，锁上，扣回来。最后脑袋90度翻出的时候有一个小机关，后背这里有一个开关，拨一下，自动就弹出来，还是挺有趣的。不论是脑袋弹出的这个机构，还有这个替换眼睛的时候方便操作的这个开关，其实都能觉得这一款的设计有一些地方的小巧思还是挺用心的。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尾巴撅下来，把这根鞭子握上了，这个就很紧了。超级变换形态完成以后，人形高度来到了25公分左右，其实也是一个不小的尺寸了。作为一个不能说堪比威震天，也最起码是萨尔摩的这么一个角色吧，
人形的方面塑造的比例还是非常棒的啊，而且身上的这种用料材质，这种色泽发色出来的感觉也是特别的高级，挺好的，这个质感真的非常不错。头雕的样子也是尽可能的去还原了剧里边的形象，并且涂装的部分做的挺细腻的，并没有太多的溢漆现象出现。脖子左右可以来回的扭动，当然变形的需要，这下边是一个弹簧的关节。肩膀这里打开肩胛，抬手可以抬到这么高，而且里边是齿轮关节，挺清脆的。360度旋转没有问题，并且肩膀这里有一个外托的双段关节轴，相当于做了一个蝴蝶关节，增加它的可动范围。二头肌左右可以旋转，胳膊肘这里其实设计了2段关节啊，上面这里也是可以稍微活动一点的。但是整个加起来也就是90度左右，毕竟是这个圆滚滚的造型限制住了。手掌全指可动手，左右来回旋转，腰部旋转360度没有问题。另外，蛇嘴闭上以后，腰部这里还有独立的弯腰关节，并且从后边看，这里也不会出现脱肉的现象。前裙甲左右可以来回的摆动，前踢可以踢到90度，关节还挺紧实的。后踢的话大概45度左右，侧抬是齿轮关节，可以抬到90度。大腿根部360度旋转，膝盖这里折90度没问题。脚踝是球形关节的接地，但这个球还挺紧实的。造型上可能唯一露怯的就是侧面和后背这些螺丝孔位的窟窿，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剪流道把它填补一下。我觉得这款蟑螂欧巴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，尤其不论是人形，还有整个的用料材质、涂装的细节，包括形态切换的时候一些设计的感觉在里边，能让人感觉星之碎片出到现在，我觉得这一款比鲨鱼辣椒做的还好啊。但最让我感觉到意外的时候，小时候看铁甲小宝没觉得这个蟑螂恶霸怎么这么奇怪，他这个武器呀，哎，你啊？